大家好，苹果公司的 AI 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揭露了一些惊人的结论，他们质疑了人们对当前大型语言模型的智能程度的看法。这项令人瞩目的研究题目为“理解大型语言模型在数学推理当中的局限性”。这篇文章指出了，尽管这些模型在产生人类水平的文本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处理基本的数学问题时却有显著的不足。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下这篇文章吧。这篇文章的题目非常清晰地指出了他们的两点贡献，一个是他们通过实验理解和论证了大语言模型在数学推理方面的一个局限性，第二个就是他们提出了这个叫做 GSM Symbolic 这个新的基准测试数据集。这篇文章一共有6位作者，其中这位和这位是主要的通讯作者。还有这个人，他是标注了他是在苹果实习的期间加入的这个项目。还有这位叫 Sammy 的，他之前是在谷歌工作过。在摘要的部分，他先是重申了这个文章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家一直以来对大语言模型的推理有很强烈的兴趣。这里特别的提到了一个叫做 GSM8K 的一个数据基准的测试数据集。GSM8K 是什么呢？GSM8K 是一种数学的推理数据集，它的全称是 Grade School Math 8000，就是小学数学8000题。因为它的数据集中包含了8000多个符合小学和初中数学水平的问答题。这些题目涵盖了基础数学中的四则混合运算、加减乘除，包括了比例、百分比、简单的代数还有几何等知识点。它是适合评估模型在推理、计算还有逻辑思维方面的能力。他们指出了这个 GSM8000的一些缺点，因此提出了一个叫做 GSM Symbolic 这个数据新的基准测试集。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左边是 GSM8000的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这个上面的题目是说，这个苏菲照看她的外甥，她的外甥一共有62个玩具，包括有31块积木、8个毛绒玩具，还有9个五颜六色的环，以及一管弹力球。它的问题是管子里有多少个弹力球？下面这些就是对这道加减法的解答。右边是 GSM Symbolic， 也就是说用符号模板来生成的。它表达的是同一道题目，但是将它符号化了。比如苏菲被符号化成了人名，外甥被符号化成了家庭关系。还有31、8和9被符号化成了 x、y 和 z， 并且添加了这些变量的范围，还有包括这些限定条件。GSM Symbolic 总而言之就是引入了结构、复杂性甚至不相关细节的变化，这些有助于评估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推理能力。并且这里说了是，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有最先进的 LLM 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性能差异，表明了它的脆弱性，或者说是缺乏推理的能力。研究发现，即使是经过了轻微的修改，比如说添加一些无关的信息，这些模型的性能也会急剧的下降。因此，苹果的研究人员指出，现有的一些 LLM 并不具备真正的逻辑推理能力，而是通过训练数据的纯粹统计模式匹配，而不是学习来做出预测。
这一部分是对实验部分的描述，以及这一句是最后的总结。他说：“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对大语言模型在数学推理方面的能力的局限性的更细致入微的理解。”那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的部分具体是怎么写的。这里是实验的设置方面，这个是写了一些提到了他们是测试了当下最流行的20多种模型，有各种大小的，并且他们也包含了一些非常时下流行的，比如说 GPT-4O 迷你和4O O1 迷你，还有 O1 Preview 这些，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测试。然后这边是从第4节开始是逐一回答了问题。4.1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前使用的 GSM-8K 的结果是有多可靠？在这里给出了一张对比图，是 GSM-8000 和 GSM Symbolic 模板的对比实验。比如说这张 GSM-8000的正确率达到了87%，而 GSM Symbolic 是在0到85之间有浮动。它说明了所有最先进的模型的准确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另外，对于大多数的模型来说， GSM Symbolic 的平均性能是低于 GSM 8000的。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GSM 8000是用虚线表示，而这个GSM Symbolic 是这个蓝色的曲线，它一般都是在这个虚线的左边。从统计学上来讲，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低的，所以它间接的就指明了这个 GSM 8000的结果是不靠谱的。4.2这边提到了一个问题，是说 LLM 当中的数学推理是有多脆弱。这边展示的是所有先进的模型在这2个数据集当中测出的正确率的差值。这边的结果显示，和 GSM 8000相比，所有的模型在 GSM Symbolic 上的性能均有所下降。左边的是下降的最严重的，有下降了9.2%的；右边是性能偏稳定的，比如说是 Llama 3-8B 和 GPT-4O 这些模型，它们的数学推理能力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又做了另一个实验，是想要测试仅修改名称，或者是仅更改数字，以及同时更改名称和数字的时候 ，LLM 的敏感度是如何的。在这张图当中，有绿色、紫色和蓝色的3条曲线，绿色代表了只修改名称，紫色代表了只修改数字，蓝色代表了两者都修改了。在这张图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当你只修改名字的时候，它模型的性能是有一些变化的，它会有一个幅度的在一个85到100上下一个变动。然而，当它们更改数字或者是更改两者的时候，这个变化更明显。你可以看到，甚至这些蓝色的，它就是很明显的是向左移了。这个蓝色的的一个均值几乎就是很大的受到了影响，并且是蓝色在所有图当中，蓝色几乎都是一个趴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它的一个稳定性就是非常的不好。总而言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 LLM 对一个推理，特别是数学方面，他们受到的影响非常大，是比较脆弱的。在4.3当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数学问题的难度如何影响他们的表现分布。于是他们做的是通过修改句子当中的数量来调整 GSM Symbolic 的难度。比如说这一句就是删除了一句话，这个是正常的 GSM Symbolic 的例子。
这个 P1是增加了一句话，P2是增加了2句话。他们的实验结果是说，增加子句的数量对性能的影响是随着难度从 M1 到GSM Symbolic 到 P1 到 P2，随着难度的逐渐增加，它的性能是逐渐向左移动的，也就是说准确率是逐渐降低的，并且方差是增大的，也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是变弱的。4.4的问题是说 ，LLM 真的能够理解数学的概念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构建了一个叫做 GSM NoOp 的一个数据集，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采摘猕猴桃的问题。问题是 Oliver 在周5挑选了44个猕猴桃，然后他在周6挑选了58个猕猴桃。周日他采摘的猕猴桃的数量是周5的2倍。问题是 Oliver 有多少个猕猴桃？但是他的这个数据集当中，一旦加入了无关的细节，比如说像粉色部分所提出的是其中5个猕猴桃是比平均的小，这是一个冗余信息。但是这样的一个操作使得这些模型便给出了错误的答案。研究人员进一步对数百个类似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的修改都导致了 LLM 回答成功率的大幅降低。他们的实验结果在这张图里面表示出来，显示了所有的模型在添加了不相关信息之后，精准度都下降得非常厉害。比如说是在这张图当中，表现最好的都下降了17.5%，最严重的下降了甚至有65.7%，所以它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厉害的。像之前所说的 GSM Symbolic 的性能是非常接近 GSM 8K 上的性能，我们在这个 B 图当中可以看到这个 GSM 和 GSM Symbolic 的性能相差并不是很明显。然而在 NoOp 的操作下，也就是添加了不相关的信息之后，这个性能的显著的下降，并且是无法恢复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经过 NoOp 的操作之后，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gap。在 C 图当中，它也是提到了一个说是值得关注的点，是一些在 GSM 8000和 GSM Symbolic 上面表现明显，是比较差的一些模型，但是在 NoOp 的 Symbolic 上面表现出了良好的性能。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总的来说，这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质疑了当前所有 LLM 的能力，引发了对人工智能界限还有今后发展方向的深思。尽管大型的语言模型在文本生成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但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仍然是有所限制，仍然需要更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毋庸置疑，进一步的研发能够形成形式推理的，尤其是数学推理的人工智能模型是至关重要。它必须要超越模式识别，实现更强大和更通用的解决问题的技能。这仍然将会是未来人工智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